4月中下旬的2周急跌股市回荡，连身经百战的财经达人都很恐慌，身边有在投资股票的朋友也都显得非常的紧张，好像股灾要来了一样。如今看来短期拉回正式结束，除非再一次遇到像4月中下旬这种技术性回荡，否则股票部位我们就按兵不动了。大概 90% 投资朋友都没能力判断高点与低点，包括我也是。我们透过持续阅读理财书籍和财经杂志，提高财经思维广度及财经资料库。当自己的财经资料库越大，遇到需要判断的时候，可以运用的资料与投资逻辑和方法就越多。我们每月24号左右更新的动能致富法，就是我财经资料库的其中之一。有逻辑与方法，可以加强信念，让自己在何时可以进场出场，能有非常明确的判断。所以持续阅读可说是打通财务自由的精要。我们和各位投资一起共勉，我会不定期分享理财好书的重点摘要。我们已经分享阿甘投资法，股神默默在做的事，为什么你的退休金只有别人的一半，华尔街操盘手给年轻人的15堂理财课，动能致富等等好书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到我们 YT 的社群分页来阅读。有持续追踪慢慢变好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从去年中开始扩大美债部位的布局，预先为下一波的景气循环股市回荡做好准备。美国公债目前有 4.5% 的防守利息收入，并且后续还有降息行情可以期待。因此近1年来的主要布局，我先放在把债券的配置做好做足这个方向。有关美债布局的最新状况，我们会在下一周的美债实战 EPR 来更新说明。4月中下旬这波回荡，我们其实都知道，当大盘显著回荡，均值回调的时候，就是适合进场布局股票的良好时机点。我们经常听许多投资朋友说到，要是拉回多少价位我 all in， 可是一旦真的到了自己等的价位，结果往往又不敢进场了。投资可以说是一门心理学的考验，唯有自己在股海实战才能持续体会。我4月刚好新贷了100万，结果运气很不错的遇到回调，5天就打完子弹了。每一次回荡大家都怕，甚至是开始获利了结，降低自己的部位。随着股市继续创高，市场上的兴趣才会再重新归来。短期情绪变化并影响长期的资产配置，但这种大家都怕的时间点，往往是适合加仓的时机。幸运的在恐慌过后，100万新贷7年的总利息约8万元，在这一波布局之后，短短1个月已经赚到5万元左右。4月这一轮小回荡进场，可以说是小知足程度的富贵险中求。我们看一下存股账户的最新情况。现金部分，缴了一期的房贷本金加利息18429元，每年5月要缴地震火险1626元。近期新竹风疫情空会的意外火灾，各位知道地震火险是必要的支出。心有戚戚焉，领了一些借券利息与华研股利，现金余额减少2168元，已缴房贷本息加火险总额升到616173元，房贷余额减少12580元，房贷余额为3167409元，存股账户总市值增加259810元，市值6034048元。这里是从2023年9月23日到今天2024年5月31日，存股投入成本与市值的变化。目前总投入成本是3442864元，账户总市值为6034048元。随着存股账户市值的稳步增长，我们成功达成600万的阶段性目标。认真做功课，存到好股票，既领股利也赚到价差，这就是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策略的好处。达成600万阶段性目标，我们就稳步迈向650万下阶段的目标吧。今年度可领的股利金额大概是250876元，换算成月股利金额约在20906元每月，这个金额相当于最高劳保投保金额45800。29年的工作年资，并且在65岁时才能请领，提早在65岁前请领，每提早1年请领会扣 4% 的金额。65岁享有29年最高劳保年资的劳工朋友，才可以领到的劳保年金20587元。在这边也勉励各位投资朋友，靠自己准备退休金比较快，要靠劳保年金来退休，变数实在有点大，速度实在是慢得惊人。现在高股息的 ETF 非常的火热，各位投资朋友可以善用 ETF， 在股市有明显回荡的时候，透过合适的 ETF 来自主类似的账户，打造自己的退休金，感觉一定会非常好。接下来分享实际对账单最新状况，会实现损益获利是1153792元。放上4月30日和5月31日的左右对照。这个月里，我们透过动能致富的方法判断，00892仍然有不错的动能，也就是说，在5月的任何时间点，只要当天是拉回的，其实都可以再买入00892，在动能转负之前，都可以续报直到自己换股或者获利了结。在这个月中，信锦因为获利已从谷底翻身，获利显著变好，加上折叠手机产品的成功研发，
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，股价也慢慢涨上来。信锦可能就是零成本存股 EP13 的主角了，敬请期待。接着创建已经是零成本存股 EP12 的主角，有兴趣了解创建估值的朋友，请参考零成本存股系列 EP12 创建资讯。这里是对账单的第二部分，各位从我动能致富 EP3 中可以发现，50及006208 4月份动能胜过00892，因此在5月份的任何时候，只要拉回，其实都可以进场买入50或006208的。接着耐心的等待景气灯号到达红灯，再开始用3个月份的时间慢慢获利了结。这里是对账单第三部分，宏正是消费性靠谱产品市占第一名。虽然宏正主要发展中低阶类型的产品为主，但宏正近年发展 AI 声音优声学新产品，这块新服务有机会跟住 AI 发展慢慢茁壮起来。目前宏正由于获利衰退，尚未完全复苏起来，所以也处在相对低位阶的位置。一旦获利慢慢复苏起来，宏正可能就会随住 AI 浪潮缓步的成长了。另外，深具由于在投资事业做比较大，所以不确定因素比较高，但是多年来获利稳健，目前本益比仍在 8.3 的低位阶，倘若未来再度受到青睐，本益比来到15倍的位阶，挑战90到100元应该是很有机会的。往后我们会陆续在存股系统中分享潜力好股，如果有持续追踪我们慢慢变好的朋友，未来肯定可以在我们的分享中获益良多，收获满满。期待和各位投资朋友一起获利，一起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这里是我借券出去收利息的部位，这个部位需要自己计算未实现损益。我截图的时间是2024年5月30日，经过计算，借券部位未实现损益是1157317元。我在5月10日时有更新丰益的估值，丰益营收成长 64%，EPS 获利成长 183%。倘若丰益今年获利成长能达 100% 的涨幅，全年 EPS 有机会上看10元，配息用5年平均 85% 预估，明年有机会配发 8.5 元的股利。我们仍需持续确认丰益今年营收与 EPS 增长，持续更新估值。倘若明年 8.5 元股利能实现，以 10% 殖利率来推估股价约在85元，以 7% 殖利率来推估股价约在121元。我在2024年5月14日撰文时价格 83.9 元，建议对丰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价位附近入手。倘若以 7% 殖利率来推估丰益股价上看121元。另外，茂讯也逐渐稳步的往我设定的125元前进了，我们耐心的看下去。这里是统计340万存股账户从2021年6月到今天的投资现况。今年到2024年5月31日为止，大盘指数的涨幅是 19.15%， 我们存股账户的报酬率为 22.94%， 非常幸运，今年至今仍然是小幅跑赢大盘。我们看一下损益部分，借券部位的未实现损益是1157317元，现股部位的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153792元，两个部位加总起来，账上未实现损益金额是2311109元，加上已实现损益243721元，账户不含息获利是2554830元，再加上定存利息以及借券利息，含息获利是2609291元。以上是我们这一集的全部内容了。最后说明一下免责声明，本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操作需小心，各位投资朋友需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